你要在这里吗？我在角落里啊。我很高兴今天是和我的许久未见的朋友们一起来聊天。好，这位是Tina。你好，这位是我的老公，介绍自己吧。我的名字叫曹胜佳，大家好。你好尴尬，因为他有点害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第一次。那我们今天见面呢，也是想聊一聊大家平时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状态。她是湖南的妹子哦，湖南湘妹子。对，你来上海工作几年了？我是2018年来的上海，然后工作有几年了5年了。对了，关于这个问题就可以让他来回答。我从事的是教育类的工作，对吗？对对对，其实我是在幼儿园了，做幼儿园的戏剧老师。哦，那你现在看到当下这5年之间，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教育的环境有没有什么变化？其实我感觉就是会越来越内卷，尤其是近2年，就是在学校里面都会出现很多的比拼啊，这种小朋友之间的也有，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也有。家长会花很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孩子的兴趣培养，是吗？因为家长也是分很多类型的嘛。那就我自己目前这个学校来说，因为我们的针对的这个家长，但是在中国来说是比较算富有的一类人。那他们从小要小朋友就做了什么呢？是培养他的自信心。他们觉得这样的会有一个很好的口才，站在别人面前说话就很容易跟别人去交流。所以我们的家长是不是在这一块会比较用心一点？然后我们的学校呢，它是以戏剧教育特色为主的一个幼儿园。哦，那戏剧这一类是说让孩子登台表演吗？哎，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很多人会问，哎，你做戏剧老师的，是不是就要教别人表演啊，怎么样的？其实反而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戏剧教育跟这个不太一样，它主要是培养你的一种能力。就比如说拿我老公来说吧，他就是会比较害羞的，就小时候可能是那个，就肯定很内敛的那种孩子。那我们学校就要把这样的孩子培养成像我这样的孩子，就是很开放，就是聊天很自如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呢，它是分阶段走的。刚开始在他的小班的年龄阶段，可能他就在班上面是看老师进行这样的一个 drama 的一个表演。那么这个时候主要的是以模仿为主，比如说小白兔是什么样子的呀，小狗什么样子，小朋友就模仿，很简单，声音啊这个形象做一做。但到了中班的年纪的时候，你就是要给他一个小的剧情，就是老师可能在里面引导一下他，可以按照这个来表演，他有这个勇气站上来。到了大班年阶段的时候呢，就是会给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10个老师，好，你们去想吧。然后这些老师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你们自己想出来，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 drama。那其实在一个不断的一个累积过程中，他的就是这个经验能力是在慢慢的提升的。他就会有一些的想法啊，有一些的这样的一种创造力的一些培养。都是从小不断累积的，所以我们做的戏剧教育是从小不断累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小朋友他刚开始进去的时候，你让他就比如说2岁吧，我们也有托班的，你要自我介绍，他可能不愿意介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自我介绍，他说大家好，我叫做小红，他就坐在那里介绍，眼睛是会看着地上的，这是一种。但可能再过了1年以后，你让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可以站着看着别人眼神说大家好，我叫小红。但是那个还在人群里坐着的。当他大一点年龄，可能中班的时候就敢问你可不可以站在前面来介绍啊？可以啊，还可以站起来，在众人的面前介绍。大家好，我叫小红。这其实到了可能大班的时候，他可以在舞台上面聚光灯打给他说大家好，我叫小红。其实一种能力的一个培养。他虽然都是自我介绍，但其实他是不一样的，他的内心在打开。所以这就是家长要的这种自信心嘛。那如果这个孩子本身他就比较内敛或内向，就是有时候其实戏剧非常的微妙嘛，很内敛的小朋友，他在戏剧里面也可以找到一个他想要扮演的东西，可能扮演一朵花或者是一棵树，他确实也有在里面慢慢的会有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很微弱，但对于他来说，他是有一些变化，家长他就比较喜欢这个。如果说他真的非常的不愿意，那就是做自己的事情。我相信家长对他也是了解的。我们也会鼓励家长说，他可以往别的方向发展。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他喜欢的，比如说他喜欢做手工啊，任何他喜欢的形式都可以变成他的一种能力嘛。可以做得很好。如果他专注的话，你要会加点什么吗？再来一次，你要会加点什么吗？是工作环境吗？对，就是聊聊职场。假设现在有一些台湾的年轻人可能会想来大陆这边来求职或者来发展他的职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分享一些就是你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我是做采购挺久了，因为正好我待过民企，现在也在外企嘛，所以比较能够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些利弊，一些好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可能如果我要给建议的话，看每个人的那个追求吧。民企的话，它确实发展的比较迅速，但是它有很多的，等于是它因为它发展的比较迅速，它有很多的可能管理的问题，一些各样的那个流程的不完善吧。但是伴随的就是你有很多的机遇。个人的表现吗？对你个人的表现可能会有更多的上升的空间，因为它本来就在一个急速拓展当中嘛。但是现在中国市场也是经济比较内卷嘛，你知道内部经济有可能影响更大一点的，比起全球经济的萎缩来说，中国可能影响内部更大一点。所以如果你要来上海求职的话，我觉得如果生活跟工作平衡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去一个比较好的外资的环境。对，外资环境能够明显感受不一样。民企的话，可能他的角度还是在注重他们自己企业，他需要怎么一个人，你需要成为他的需要。而外企的话，我感觉是他要更多的是双赢吧。他在塑造你的同时，他也要达到自己的需求嘛。民企给我的感觉是更急功近利一点。是不是有时候还讲一些关系什么的？对，关系也是有，就是人际关系可能会比较复杂。另外一方面就是民企的话，确实的一些企业文化，对，它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人情在里面，人情世故了。对。华人嘛，有时候会有一些这种人情，要讲人情，就这个意思。应酬吗？应酬，比如我们幼儿园来说，公办园也是这样的嘛，或者是国企啊、民企这种，你肯定就是要很会说话呀，就是一定要先说些好听的，是吧？对，是的，说的人家开心了才行，是吧？对。那这样有的时候说违心话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就不喜欢做这种事情，我是比较直接的，就直说。那像当时是什么吸引你来到上海来工作呢？因为我当时我这工作履历比较复杂，刚开始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是在深圳工作，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大城市。后来深圳工作以后，有一段国外工作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因为当时是有朋友在新加坡做华文老师，那么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就去到了新加坡工作，在那边看到了不一样的教育的这种体系，大概工作3年多，然后再回国。回国的时候，我想说要选一个城市嘛。我比较喜欢大城市，然后就选择了，就不想去深圳了，就选择一个另外的，也不想去北京，因为我家乡是湖南人嘛，北京跟湖南是比较远的，所以我选择来了上海。上海的话呢，我觉得它跟新加坡很像，对，而且我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一边，所以我选择来到了这里。还有就是我本身是有信仰的嘛，所以在上海的话，我觉得信仰也是会比较容易被接纳一些，或者是信仰的人也比较多一点，所以就来了这边。那刚来上海的时候，生活成本会让你觉得压力很大吗？如果是年轻的我来说，肯定会有一些的，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已经工作起码要有6年的时间了。其实，所以对我来说，其实就还好，只要我找到一份工作，那我之前的履历让我找一份工作，也相对来说是不困难的吧。如果你没有工作，肯定是生活成本是有点大的。那有一份工作以后就还好一些。那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这个过程当中，说实话，我觉得最辛苦的是
刚刚说到那个不能直接的说吧，就是比如说跟领导之间的一些对话呀，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人。是你比较直接，还是湖南人比较直接？我也比较直接，湖南人应该也比较直接。还有，其实我是在新加坡待过一段时间嘛，国外人也是都是比较直接的，他就不会拐弯啊，或者说打太极啊那种，他比较喜欢打太极，中国传统的男生。那我就不是很喜欢做这种事情，比较直接，别人就会觉得为什么那么直接啊，对吧？但是这种实际上是这样的，如果赏识你的人，他会比较喜欢你这种；如果不赏识你的人，你就觉得你好多事情哦这样子。这个是当时我是比较有一点对我来说比较挑战的，你习惯性的那种直接说的一个方式，你要转变成为一个比较委婉的一个这样的方式去说。我记得你说过，你工作场合有遇到过一些台湾老师，是吗？对啊。你对他们印象怎么样？对，我们学校有很多台湾老师，然后有一些还是我很好的朋友呢。其实我觉得台湾人有些也是比较直接的，跟我挺像的。包括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戏剧老师，但是他教英文，他是台湾人，他在这边教英文戏剧，那我是中文嘛，他讲话是比较直接的，可能跟他背景有关系，他在外面也是有留学啊这样的。其他台湾老师呢，因为不是一个部门的，接触比较少。我认识的那2个台湾老师是都讲话是比较直接，就很舒服。我们可以聊很多，聊政治，然后也聊这个。当然了，中国的政治这种东西是比较敏感的，聊经济，聊这个就是这种关系，就是我人与人之间这种关系，他们也比较愿意喜欢跟我聊。就你的心是比较敞开。哎，对对。所以不管是他的观点是否和你一致，你都是可以。我还蛮喜欢，我还蛮喜欢听这种不同的观点的，我挺喜欢的。那当时他们有对上海或者是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反馈吗？就是他们的对这边的认识有变化吗？其实那2个老师，说实话，他们愿意来这边，其实对这边是蛮好奇的，应该也对这边应该是比较喜欢的了。然后你当然会对一些制度有一些不满，或者是对一些的我们的一些的怎么说那个叫文化吧，有一些不喜欢。但是你为什么来中国呀？那其实那个是一个台籍华裔，他是在澳洲的长大的，他是台湾人，他是因为觉得中国发展空间大，他觉得对了，他还选择来上海。他说上海的包容度感觉是比较高的，因为他去过北京，他说在北京的话呢。那听上去先生有遇到过台湾的客户或者是同事吗？在旁边好无聊，发2句言吧，不然观众看着你觉得你在旁边是个摆设，雕塑请发言。比较少吧。不是你在台湾公司工作啊，你是吧？有一次10年前的可能是我印象当中的台湾公司，最起码他在大陆的投资吧，我觉得。我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我在一家那个电子厂。怎么讲呢？其实它的制度比较类似于日本的那些方式方法，一个管理制度比较严谨吧，因为可能细划分会比较多一点，每个人的职能会比较单一一点。他们把职能划分得很细，但是我觉得对个人的发展其实不是很有意义，因为你看的东西又很少嘛，因为你的视野里面只有你的工作的那一部分。可能作为一个好管理的地方确实不错，他学习的日本的那种方式，所以个人发展觉得有点受限，是吧？对，至少因为他会区分嘛，因为他到大陆来投资，那他用的基层员工或者中层员工可能用的是大陆本地的员工，但他的高层管理层大部分还是管台湾的来干的，他们是外派到这边来，对，所以可能他们会有一个分界线在那边。华人国家都有这种情况，都是类似这种情况，可能有一些壁垒，有一些圈子，有一些你所谓的那个叫啥，有一些文化的，会有一些排外。我觉得不只是台湾人、大陆人，或者是海外的华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体现出来的同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就相当于他们来上海投资，其实他们也是变相的是一种排斥大陆人能够进入他们的管理层，对吧？然后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台湾人到上海来就业会不会碰到类似的情况。但像他说的，上海可能是一个包容度比较高的，因为他汇聚了各方的人，所以各国的人，对，一个公司里面他会有很多的不同地区的人，所以当各种区域的人都存在的时候，相对来说这种壁垒就会比较小一点。但我觉得并不是完全不存在，我觉得还是会有。
日后如果有机会，你们会期待去台湾旅游吗？我曾经去过台湾旅游，哦，去过了，对，他也去过，我们都去过。当然了，我们还是愿意去台湾旅游，因为台湾旅游的时候，那个感觉给你的是很舒服、细腻的感觉，感觉大家生活节奏慢悠悠的。除台北以外的生活节奏感觉还是慢的。哦，那个时候我们两个还没在一起，所以不是一起去的，他去他的，我去我的，是这样。下次可以一起在台湾创造一个共同的回忆哦。可以，也可以来找我们。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去台湾的动力。好的，就这样了，好，拜拜喽。拜拜，拜拜。